漫步于古老的中世纪广场，跟随着马蹄声寻觅历史古迹，踏步在皇家城堡的石板上，寻觅国王的脚步，徒步行走于维斯瓦河畔，聆听城市传说，欣赏街头艺人乐器的碰撞，或与异国他乡的新老朋友把酒言欢。这一切的浪漫都可被巧妙地糅合在一座城市之中——克拉科夫。克拉科夫曾经是波兰王国的首都，依偎在波兰母亲河维斯瓦河畔，享有皇家之称的美誉，拥有近1000年的历史，见证了波兰民族的荣辱与兴衰。它拥有保存完好的建筑与文化遗产，完美地融合了古今。2000年曾获得欧洲文化之都的称号。但是这座皇家之城的魅力远远不是简单的美誉所能体现的，它似乎掌握了霍格沃兹的魔法，每天吸引着来自世界不同角落、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。城市历史的厚重和积淀需要时间来体会。克拉科夫作为波兰王国的首都，大量的皇家遗产以及历史建筑在2战中得以完整保存，经过岁月的堆叠，成为了波兰的文化中心。鉴于1364年的雅盖隆大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，许多在各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波兰人均毕业于这座高等学府，比如日心说的提出者尼古拉·戈白尼，波兰文学之父扬·卡哈诺夫斯基，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瓦·辛波斯卡。他的一见钟情经过基米在向左走向右走中的引用，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心中的西方爱情诗的代表。培养出这位伟大女性诗人的沃土，克拉科夫也一样会令旅行者一见钟情。穿过克拉科夫瓮城，经过弗罗里安门，便可依稀听见马蹄踏在鹅卵石路面上的啪嗒声。在清脆马蹄声的指引下行进，浏览着道路两旁的老城区房子，便可以走进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逾40年的克拉科夫老城广场。这座欧洲最古老的中世纪广场的中心，是一片由纺织会馆、圣玛利亚大教堂以及哥特式、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建筑构成。身处此地，可以毫无视线阻碍地欣赏四周的历史建筑，畅享克拉科夫人世世代代的生活。如果恰巧在整点走到了老城中心广场，伴随马蹄声一起闯入耳朵的还有节奏明亮的小号声，它来自于哥特式圣玛利亚大教堂的北塔。尽职的小号手每个整点都会准时朝4个方向奏响小号。在波兰流传着关于玛利亚号角的悲壮传说。几个世纪前，城市护卫队每天在号角楼里吹响号角，以告知守卫开启和关闭城门。敌人靠近时，卫兵也会吹响号角，以通知危险的到来。某天，入侵波兰的鞑靼人攻入了克拉科夫，卫兵及时发现了危险，吹响了号角，城门被成功关闭，但是号角手却被鞑靼人的利剑刺穿了喉咙。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战士，这段旋律一直被保留了下来，并每天演奏。这是克拉科夫人献给英雄的赞歌。
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被深深地篆刻到了城市的灵魂之中。而提到克拉科夫的传说，没有人能够忽略瓦维尔恶龙。传说中，他居住在瓦维尔下的洞穴，恐吓克拉科夫的居民，并以年轻女性为食。统治者克拉克招募各地的骑士，想方设法除掉恶龙，但是无人成功。最后，智慧的鞋匠利用计谋除掉了恶龙，成为了英雄。克拉科夫人对于英雄的崇拜和不同职业的尊重，在故事中完全展现。现在的恶龙雕像便坐落于瓦维尔城堡旁，经过建造之后的改进，雕像可以每隔3分钟喷出一次烈火。位于瓦维尔之上的皇家城堡，从10世纪开始就作为皇家的官邸。每一座砖瓦，每一座石板，都经过了千年的冲刷。这是了解欧洲皇家生活的绝妙去处。千年古堡如今的外观是10世纪到20世纪之间连续的补充与重建的结果。历代统治者为其添砖加瓦，使其更加彰显皇家身份。在不断被改造的过程中，城堡的功能也更加的完善和丰富。1930年，它被规划为博物馆，用来展示10个世纪以来的辉煌与成就。1978年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成为全人类的瑰宝。I've seen a lot of change,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.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, but all will be okay.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 I've changed. 总之，在克拉科夫可以感受到现代化的气息，又能在历史中放飞思绪。它拥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又可以提供娱乐放松的场所。它是一座波兰文化气息浓厚的皇家之城，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多元化之城。它值得每一位游客细心品味。But all will be okay.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.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, way back a year ago.